爱达荷州动物园500斤老虎破笼而出，撕咬41岁女游客，警方紧急开枪却误伤人质，现场游客失控尖叫混乱，血迹遍地。据《纽约时报》报道，爱达荷州的博伊西动物园从芝加哥林肯公园动物园引进了2只老虎，分别叫泰加和台远。这2只老虎深受游客们的喜爱。2000年8月16日星期五，动物园举行了一场募款活动，因为维持动物园运作需要大量资金，而慈善活动是重要的收入来源。这场活动的名字很贴切，叫做与猛兽共宴。来自各地的捐赠者纷纷参与，其中一位参加者是41岁的詹格尔德。在享用完特别准备的晚宴后，主办方安排嘉宾近距离参观部分动物。晚上9点前不久，詹格尔德加入一小群人，准备进行老虎馆的幕后参观。一名工作人员向大家讲解西伯利亚虎的重要性以及拯救这一濒危物种的保护工作。就在此时，有人忘了锁上一道关键的门，这个错误彻底改变了当晚的一切。一名饲养员手里提着还滴着血水的新鲜肉块，试图引导2只西伯利亚虎从户外的草地区域回到室内笼舍，好让宾客能更近距离看到这对明星猛兽。他一边呼唤，一边挥动肉块，2只老虎缓缓靠近。按理说，这一切不过是例行操作，然而其中一只虎的注意力却已经不在饲养员手中的肉上了。他的目光穿过铁栏，牢牢锁定了室内那群兴致高涨、彼此交谈的游客。那些声音，那些气味，对他而言陌生而刺激。他盯着他们，鼻孔微微收缩，鼻尖轻颤，呼吸中混杂着猎食时特有的紧张气味。他顺着肉的味道前行，却在半途中发现了别的东西。一扇没有完全扣紧的门，金属门栓悬在半卡状态，只需要极轻的一碰，这本该是最基础、最不该出错的安全程序。老虎抬起庞大的头颅，用鼻尖轻轻一推，门开了。没有任何人看到这一幕，没有任何警报响起。那只重达500斤的巨兽迈出围栏，庞大的身形悄然离开限制区。他的脚掌宽达10公分，带着软垫，几乎无声地踏过地面，就像一名训练有素的刺客，直奔老虎馆的入口。西伯利亚虎体长可达3.7公尺，是世界上最大的猫科动物。它们擅长前行、伏击，能一跃撂倒野猪、梅花鹿，甚至体型较小的熊。而现在，这只虎正悄然逼近一群毫无防备的人类。它跨进了老虎馆，里面的人仍在聊天、笑着，四处张望，毫不知情。一头顶级掠食者正在他们身后无声接近，直到最后一秒，他们才察觉到空气中某种异常。有人回头，然后所有人都僵住了。他们与那头巨兽隔着不到2米的距离，四目相对。老虎毫不犹豫，没有迟疑，没有试探，它猛然发力，如同一颗橙黑相间的炮弹，直扑向他看到的第一个人詹戈尔德。他的尖叫撕裂空气，其他人随之发出生理性的痛苦嚎叫。所有人惊慌失措地冲向出口，踩踏、推搡，只想逃命。在混乱的奔逃声中，詹戈尔德被留在了原地，他正在被困住、被撕扯、被压制。老虎锋利如匕首的爪子深深嵌进他的背部皮肉，将他狠狠扑倒在地。他几乎无法呼吸，只能感受到背部传来的灼热痛感，以及头顶上那股死亡般的压迫。在短短几秒内，猎人与猎物的角色彻底颠倒，而詹戈尔德正在与死亡正面交锋。猛兽稳稳地压在詹戈尔德的身体上，四肢像铁钳般钉死他的手脚。下一瞬间，他那张布满獠牙的巨口猛然张开，露出足以咬碎鹿颈的犬齿，然后直接扣住了詹戈尔德的头部。那不是攻击，而是处刑式的撕咬。詹戈尔德的惨叫瞬间被吞进虎口里，只剩下模糊而痛苦的呜咽。巨大的颌骨力量让他的颅骨发出近乎令人作呕的压迫声。他的双手疯狂挥舞，抓地、抓空气，甚至抓到老虎的毛，但毫无意义。动物园经理大卫·维恩目睹这一切，心脏几乎停住。他冲向老虎，声嘶力竭的吼叫，试图吓退这头老虎，可是太晚了。老虎完全没有松口的意思，他的下颚紧咬不放，肌肉绷紧，眼中闪烁着捕猎时的原始冷光。那一刻，詹戈尔德在他的视野里不是人，只是猎物。与此同时，与猛兽共宴派对依旧热闹非凡，音乐、酒杯碰撞声、人群的笑声混合成嘈杂的夜晚背景。然而，在这混乱欢乐之下，有人听到了一种不该出现的声音。惨叫。金佐里其实内布利正站在人群中央，那声音像是被撕裂一般，从远处破开嘈杂传来。他皱起眉，竖起耳朵，凝神聆听。又一声刺耳尖叫，他猛地抬头，死死盯着通往展区的门方向。里奇开始推开人群，不断加速，穿过酒会的宾客。他的背脊紧绷，因为随着每一步靠近，那些尖叫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惨烈。
越来越真实。他原本只是作为警戒代表参加活动，手里还端着酒杯，然而只是一瞬间，他全身进入应急状态，一切训练本能自动激活。他把酒杯丢到地上，拔腿狂奔。他不知道前方是什么，他不知道是谁在呼救，他只知道有人正在被杀死。抵达出口的一刻，他已经拔枪在手，血液轰鸣。他循着绝望的呼喊，一路冲向老虎馆。当他推门而入的瞬间，他愣住了。詹戈尔德被压在地面上，半个上身被老虎覆盖，鲜血顺着虎毛滴落，老虎的头正低低伏下，死亡正发生在他眼前。里奇瞬间举起枪瞄准，大拇指扣上保险，黑洞洞的枪口对准巨兽。但就在他准备射击的那一刻，另一名警官已经率先冲到他旁边，也举起了枪。他们对视了一眼，问题随之出现，没有安全射击角度。老虎的身体与詹戈尔德几乎完全纠缠在一起，每一寸肌肉都在挤压他，遮蔽他，任何一枪都有可能穿透虎身，直接击中詹戈尔德的头。警背脊要害，贸然开火，不止救不了他，甚至可能让他当场毙命。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每一秒都像刀刃，正一点点切割詹戈尔德的生命，而老虎仍在加大颌骨压力，死亡正在倒数。另一名警官深吸一口气，将枪口猛地抬高，指向老虎头顶上方的空处。他扣下扳机，45口径手枪的巨响在密闭的老虎馆内炸开，震得所有人耳膜发麻。詹戈尔德随即爆发出撕裂般的惨叫，他整个人像被电流击中般狂乱抽动。就在众人瞪大双眼的瞬间，他的大腿猛地一抖，一股鲜血喷洒而出，染红了冰冷的水泥地。其中一发子弹似乎直接命中了他，开枪的警官脸色瞬间惨白，瞳孔骤然放大，仿佛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他的手微微颤抖，却根本没有时间崩溃，因为枪声生效了。老虎泰加被突如其来的巨响惊到，他猛地抬起头，发出一声低沉威胁性的哼吼，那声音沉闷的让空气都像被压碎。紧接着，这头600磅的猛兽转身，一跃而起，迅速朝笼舍方向狂奔，巨大的身躯在铁栏之间拉出残影般的速度。那一瞬间，詹戈尔德终于从老虎的爪下暴露出来，血迹斑驳，脸色惨白，几乎已经失去意识。动物园经理大卫·维恩与警佐里奇士内布利几乎是同时冲上前，脚步急促而凌乱。但就在他们即将抵达詹戈尔德身旁的一刹那，泰加从眼角瞥见了他们，他停下脚步，突然转头，掉头冲了回来。他野性本能完全占据他的身体，泰加庞大的身躯再次朝詹戈尔德和2名男子猛扑过去。大卫和施内布利的脸色瞬间变得惊恐，他们迅速后退，而老虎的身体再次逼近詹戈尔德。警方毫不犹豫再次开枪，枪口火光闪耀，巨响在老虎馆内炸裂开，子弹划破空气，直奔那头失控的猛兽。这次泰加终于退回笼舍，大卫和里奇立刻扑上去，狠狠推上笼门，并牢牢锁住。这一次，他们终于成功将老虎关回笼内。他们跪在詹戈尔德身旁，他的颈部后方被严重撕咬，鲜血不断涌出，他的后颈和头部被严重撕咬，而大腿上的枪伤也在不断出血。两人一边等待急救人员赶来，一边为他进行紧急急救。事后警方声称，警官子弹中的一发是先击中金属栏杆再反弹，随后射入詹戈尔德的大腿，但在对枪伤进行进一步检查后，人们发现伤口特征更像是直接命中，并非弹片反弹。詹戈尔德痛苦不堪，被紧急送往圣阿方索地区医疗中心。抵达医院时，他的情况十分危急，老虎冲撞造成他的一条腿骨折，颈部与背部有多处深深的咬伤和穿刺伤，大腿处有枪伤，医生成功将他稳定下来。最终詹戈尔德完全康复。事故发生后，动物园经理被暂时停职，直至查明老虎袭击的原因。事件传开后，动物园接到了数百通来自公众的电话，大家都恳求园方不要处死泰加。泰加是园内非常受欢迎的动物，又是极其稀有的物种，在教育及保育方面有着重要意义。最终，园方决定不处置泰加，毕竟这次袭击是人为失误导致的，有人没有把闸门关好，而泰加只是遵循天性行事，这一人为错误险些夺走一个人的生命，也险些让一种濒危动物付出代价。13年后，泰加迎来生命终点。野生老虎的寿命通常为10至12年，圈养条件下可活12至18年，而15岁的泰加患上了肾衰竭，脾脏上长满巨大肿瘤，已无法对治疗产生反应。最终，动物园工作人员怀着沉重的心情，决定让他安然离去。3年后，他的兄弟台原也在18岁时因肝癌与胰腺癌去世。以老虎的年龄来说，
它算是高寿。在动物园的这些年里，这对虎兄弟已经成为了园区的家人，他们吸引了无数游客，为濒危物种的保育教育贡献良多。2007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将西伯利亚虎由极度濒危上调为濒危。在20世纪40年代，西伯利亚虎处在灭绝边缘，野外仅剩50只。俄罗斯率先禁止猎虎，并限制猎捕其主要猎物。自那之后，它们的数量才逐步回升。多亏了全球保育团队持续不断的努力，如今人们仍在为这濒危物种争取未来。或许西伯利亚虎依然有希望继续在世上存活下去。